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颗从台北来的 W116 的280 SEL 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这颗分油盘我们看到它整体都是黑色的，跟平常大哥在做检测的这个280 M10 引擎用的这个280 SE 或是 SL 或是 SEL 的6缸分油盘的颜色都不一样，一般都是铝阿鲁米原色的那银色也就是银色的，那这个是黑色的，因为它的里面的膜片结构不同，无论如何它们的功能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来做一个分油盘的检测，不过大哥从它的分油盘跟加热阀这个加热阀我发现这个分油盘应该是有经过其他人整理过了，因为它底座的这个出油塞的这个挡片也不见了不过这个是无伤大雅的无论如何，我们来做一个它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它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它引擎会不顺必须要坐拖车来找张大哥。OK， 我们来做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我们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要在170 ml 左右。那经过这个 W116年纪更大了，它应该是在1978年
的车子，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应该有41年了。那车况保持得非常好，但是呢，分油盘、引擎也应该没有问题跑个50万没有问题。但是分油盘就堵塞堵塞呢。不过这个分油盘，大哥看到它有经过其他人经手整理过，所以说因为它那个出油的注油塞那挡片也不见了，所以大哥判断它是有经过人家整理过可能就是把它弄坏了吧，但是这是无伤大雅的。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70左右。好，第一缸在190，第二缸190，第三缸190，第四缸190，第五缸也是190，第六缸也是190。这个出油量非常平均，但是都比平常正常的出油量170都多了20 ml。这个会造成什么问题呢？这个就会造成供油过多燃烧不完全，引擎消化不了。所以这个车子一定是长期处在积碳状态，也就是燃烧不完全状态大哥必须要把它拆下来整修把这个出油量再校正回来等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出油量。这颗编号516684 W116的280 SEL 的6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那我们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都过高，都在190左右。那这会造成供油过量系统供油过量会造成燃烧不完全，因为这个也就是它的混合比汽油浓度过高。我们现在来做个1分钟的全油门，来看看大哥整修过之后，它的出油量是不是应该会回到170 ml 1分钟。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应该标准的出油量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要在170左右因为这颗分油盘大哥我发现它已经被整修过了可能调教不正确加上它的那个出油的注塞它的挡片也不见了所以大哥可以发现，可以判断它这个应该就是在整修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可能就是把那个挡片弄断掉了，但是这是无所谓的。我们最主要是要求它的出油量在经过40年因为这部车是1978年的它的出油量不要被堵塞。好 ，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65，第二缸165，第三缸170，第四缸165，第五缸175，第六缸165。厂方要求是15%的误差，那我们看起来这次误差应该在5%左右，完全符合厂方的要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516684 6缸分油盘，从台北来的 W116的280 SEL 上
拆下来整修的我们来进行的是完修之后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呢，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出油量是越平均，然后越稳定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516684，从台北来的 W11280SEL 的6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虽然厂方要求误差是15%，但是大哥要求是一定要在3%以内。这个是会绝对影响到我们车子的稳定，在怠速的时候。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95，第二缸195，第三缸190，第四缸195，第五缸195，第六缸19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误差就是1%了，误差相当小，成绩相当优秀。这个分油盘等大哥回装到车上去之后呢，还会再做一个引擎测试。我们可以预测这颗分油盘装上去之后，它的怠速一定是相当稳定的。我们再来期待引擎测试吧。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